注意看，韩国拳王下死手掰断中国选手手臂，这个场面直接吓坏场上裁判。杨建平本想上台给韩国选手讲道理，结果却遭到了韩国拳王的藐视，甚至还主动推搡中华虎杨建平。可知道杨建平是中国最具有权威代表性的 MMA 选手，不给杨建平面子，不就是等于不给中国拳坛面子？刚才被掰断手臂的还是杨建平的师兄，这下韩国拳王算是戳到了马蜂窝。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韩国拳王是如何被杨建平吊起来暴打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金立硕在韩国的地位与杨建平在国内的地位几乎相等，最起码金立硕在韩国 MMA 拳坛说一不二。但在比赛局势上来看，杨建平貌似更胜一筹一点，连续的拳脚进攻打得金立硕且战且退。开始杨建平非常猛烈的一个低扫，而加后手重拳。好的，一上来就非常的这个激烈。对，打的金立硕的一个左眼有点闭上啊，因为有点被打到眼睛。好，带到地面，杨建平在上位。对，在上位了。那在下位的这个金立硕，用一个 cross guard， 封闭式的防守，把这个杨建平紧紧的锁住。那这时候杨建平可以做一些 GMP， 一个手肘的打击。这时候不要客气，手肘下击就对了。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所以现在还没有好的机会。好，当心三角手，当心三角手。身处下方位的金立硕依然十分坚挺，看似是金立硕处于劣势，其实是杨建平处于劣势。在上方压制位的杨建平根本不敢做动作，甚至还被金立硕控制了双手臂。此时此刻的杨建平是多么想回到站立对拼。这时候相当的凶险。当心三角手，三角脚，小心要当心，不要让他扣住。哎呦，进来了，差一点。那这个在下位的金立硕只要做一些虾形，把角度做一个变换，就有可能锁到这个杨建平的颈部。现在有一点锁到颈部了，目前在尝试换角度，杨建平赶快脱身，解脱了，解脱了，但是下面在下面目前好可爱的，因为杨建平用他的力量，对，这就是杨建平的力量。好，刚才也非常危险，这个地面实际上是非常凶险的。好，现在金立硕做一个防御，好，及时站起来，动作非常的快。双方回到了这个原点。是这一场回到站立的杨建平非常灵活，来回的晃悠也是给足了金立硕视野上的干扰。不过金立硕这个家伙非常难缠，面对杨建平的灵活晃动，金立硕直接当机立断选择猛压杨建平内位，根本不给杨建平控制距离的机会。好 ，overhand right。这个杨建平的企图心相当的强烈，因为赛前我跟他讲不能像上次 UFC 这样太保守了。对，这次打的一下就是非常积极，一个扫打。杨建平以前能够直接把对方扫飞掉。对，拳跟腿都已经够重了那刚刚金立硕也在下位利用他的优势做一个三角脚。那我认为是杨建平可以继续利用他的力量，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很漂亮的拳法，一个下勾拳加后者的重拳。好 ，tap down， 差一点。杨建平一个帅气的过肩摔，可惜没有将金立硕带入到地面缠斗。不过站立对拼可是杨建平的长项。然而这个金立硕也真不是一个善茬，不管是在站立还是在地面缠斗，或者是在内围对抗，金立硕都能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抵抗力。训练了，应该相当的扎实。目前这个杨建平除了在东方荣誉之外，他也到这个泰国很著名的一个 MMA 的一个拳馆泰国这边受训。Valentina 也在那边受训。但从这个准备来说的话，这个金立硕他可能准备的东西比较少。金立硕对杨建平会非常熟悉。是。杨建平赛前还跑过来问我说，金立硕在之前在台湾的打法，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些。不特当，好，但是金立硕不太好。金立硕不慌不乱在下位做防守。那这个杨建平会不会配 scar 呢？会不会越位呢？有点尝试想越位可以走旁边或走中路都可以。这个动作是韩国选手们的招牌动作，只要认为到有危险来临，
那么韩国选手就会实施这个动作。虽然不违反比赛规定，但已经违反了道德底线。面对这一幕，杨建平也是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历史会重演吗？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他不放弃啊，仍然尝试越位啊。塔斯卡啊，看他用哪个方式来判断啊，进去了，哎，又出来。塔斯卡目前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整个被守住了啊。那剩下一只手可以做这个肘击。看能不能这个，其实这个上位击打杨建平是比较好的，一定找到这个机会。要防止，而且要防止他伤害。对，因为金立硕的脚是非常黏的，他要找机会一直往上爬。开始击打，然后站起来，好，金立硕用下勾拳开路。杨建平在站立对拼的实力果真不是闹着玩的，连续的拳脚进攻也是让金立硕有点难以招架。不过这个金立硕丝毫没有怂的迹象，则是与杨建平在站立上展开了对拼。谁料金立硕的进攻攻势非常强大，瞬间把杨建平的进攻攻势给压了下去。但这个不用太着急，对，开档，哎，对，可以，好，都踢出来了。好，金立硕实在防守非常好。在下位把你踢出来之后，要吃了，再来，我贴到了点啊，这个好，好，到侧位，哎呀，这个侧位上太会转了，这个金立硕实在非常会转，就这个机会又没有抓住，没办法啊，那个太会转了，一整开了。好，这就是一般的一个防守的姿势啊，就是双手一个抱头，然后用脚来对付你啊。然后会做这个圆形的晃动，我觉得这个建平也不用太着急，其实恢复一下体力。好，要叫他说，我不跟你玩地面了，我要玩站立的，我叫他起来。回到站立的金立硕开始虎视眈眈盯着杨建平，这可是在中国地盘上，杨建平这要是输了，打脸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直接打了中国拳坛的脸。所以这场比赛杨建平只需成功不能失败。以杨建平的个人实力来看的话，打败一个韩国棒子应该不成问题。撤过位了。要把位置撤过来。对，就是看看杨建平怎么发挥智慧啊！毕竟已经把他推到这么多次了，你就爬不过去，你看还是爬不过去，又被他踢开了。杨建平体力受影响，越踩越大，所以呢，做不出动作来。好，当然对方体力也不行，可以打他。对，可以打杨建平，可以抓住机会打他。好，现在2分多钟，真是打得难分难解啊！杨建平的体能开始出现问题，只能在后撤期间寻找进攻机会，不能再随便实施进攻动作来浪费体能。这一举动也是给了金立硕很大的进攻机会，拿着拳头就开始逼近杨建平内围做动作。然而杨建平只能暂时不与金立硕进行对抗，以此得到一个简单的休整。主要是要分配好体力。这是那个金立硕先是下蹲防止他摔，对，直接蹲。其实金立硕是要做膝撞才对，你一下想我就膝撞。但在这个每次摔都被建平摔倒，所以他还得担心他。这拼拳，又被摔倒了，对，杨建平技巧了，把他带到这个擂台的中央。应该在他起的时候快起边腿，就能踢中头部。对，金立硕真的有他一套啊，屡被放倒，屡次站起来。杨建平打得越来越畏首畏尾，根本不敢与金立硕进行正面对抗。然而金立硕也是进一步加强了进攻攻势。不过杨建平也是十分小心谨慎，在不与金立硕发生太多纠缠的同时，还会对金立硕发起严密的防守反击，尽量将点数维持在自己手中。手要拿起来，防止直攻头部。看起来还没找到降服的机会。
金立硕的防守实在太黏了，你看抓了这么多次，他很快又爬起来了。好，又脱身了，又脱身了。哦，这不知道第几次脱身了。建平现在这个不足以降服他的力量，对，他的金蝉脱壳的功力太高了。你怎么摔我怎么爬起来。然后这个西重，哎呀，被打到后拿。不要靠边，怎么被打到角落呢？比赛的最后30秒，杨建平直接被金立硕追着打，要不是杨建平还有余力用于逃跑，不然杨建平很难控制与金立硕之间的距离。最终杨建平无奈只好将金立硕带入到地面缠斗，随后实施了一个龟式防守，尽量不让金立硕获取太多的有效进攻点数。要小心，站起来，站起来！动作会被裁判说，要有防守的动作，因为裁判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打昏。对。好，杨建平流血了。俩人的比赛终于结束了，看着还不够揪心的。前期杨建平的发挥还是不错的，到了后期完全丧失了大比分优势。不过还好，杨建平利用精湛的战术打法维护住了自己的点数优势。比赛结果3位裁判一致判定红方胜。最终杨建平获得了比赛胜利。大家感觉杨建平打得好的话，请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杨建平的硬气。